张凌赫以前演过不少带刺的角色，肖薇坐在那里不动声色，观众仍会知道他手里藏着很多事。谢征披甲上阵，锋利写在身份和动作里。在这一秒过火里，慕容清逸身上的刺带给人的不安感已经换了一种方式。他不必拔剑，不必提高声音，很多时候他只是盯住任素素，停几秒再慢慢开口，画面里的空气就紧了。你会开始猜他现在信他吗？下一句会拆穿他，会逼近，还是明明想护着他，嘴上偏要说一句狠话？这种猜不透让张凌赫身上多了一层危险感。这一秒过火改变了我们对他的印象吗？先给一个答案，他没有把张凌赫变成另一种演员，却把他身上一种过去没有完全露出来的气质推到了前面。以前的角色，他的危险常常来自权力、身份和能力，这次的角色危险先从感情里爆发，那是危险来源变了。谢薇之所以令人忌惮，是因为他藏得深，能看懂局势，手里还握着别人不知道的筹码。谢征的锋芒就更直接，武将身份、战场经验、出手方式都在告诉观众，这个人有能力保护谁，同样有能力伤到谁。慕容清逸与这两个角色完全不一样，他的压力不只来自身份，重点是任素素一出现，他原本能控制的情绪就乱了。3年前他离开了他，3年后他重新站到眼前，却换了一个身份，还不肯承认自己就是任素素。他想要答案，又怕答案比失去更难接受。他想把人留下，说出口的话却总带着逼迫。他嘴上说恨，看到他遇到危险时，身体又先一步做出反应。这种反复让观众很难判断他下一秒会怎么做。一个单纯狠的人反而容易看懂。慕容清逸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是他一边想靠近，一边又在用伤人的方式确认对方会不会再次离开。现在我们来回味一下张凌赫过往的荧幕印象。张凌赫的外形很有记忆点，容易让人记住标准的帅哥配备，身形高，肩背直，脸部线条干净，穿古装时有清冷感，换上军装后显得端正克制。这样的条件很适合高位角色，人站在那里，距离感自然而然就来了。可当这份外形长期被用来表现冷静强大可靠，观众慢慢会熟悉他的节奏。每次看完一场戏，先记住的是造型、身形和脸，角色本身留下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深。这一秒过火没有丢掉张凌赫原来的优点，他只是换了一种表达。慕容清逸站得越直，逼近任素素时越有压力，表情说得越少，一点细微的变化越容易被看见，声音压得越平，质问听起来越冷。过去那份挺拔常常带来安全感，到了这个角色身上，同样的身高、站位和距离开始让人觉得没有退路。张凌赫熟悉的清冷还在里面，却多了火气。多的这份火气是危险感的升级吗？又是怎么被演出来的呢？我们先看他的停顿。慕容清逸听见任素素否认身份后，发现他还在隐瞒时，很少立刻发作。他先看着他，像在等他把话说完，又像早已知道答案，过1-2秒他才开口。这几秒很重要，大声争吵，情绪已经摆到桌面上，安静地看着一个人，观众反而猜不到后面会发生什么。接着看他的眼神，他看任素素时很少只有爱或者只有恨，有时像在确认眼前的人是不是记忆里的他，有时又像在检查他说的每一句话，柔和刚刚露出来，怀疑很快跟上。这种变化不靠瞪眼，目光停久一点，眼神紧一点，观众就能感觉到。他又想起了那3年的失去还有距离，在几场逼问和试探里，慕容清逸常把两人的距离压得很近，任素素想避开，他就追着问。他假装平静，他便把过去的名字重新叫出来。张凌赫的身高在这些场面里不只负责好看，当两个人被放进狭窄空间，他往前半步，画面立刻变急，观众不用听完台词就能感觉任素素没有多少退路。再看他的手，慕容清逸嘴上可以狠狠，动作却常常先暴露他的真实反应。任素素遇到危险，他会先救人，他真的受伤，低头或准备承受后果，他又很难把狠话做到底，嘴上在推远，手却在拉回来。这个矛盾比直接发火更有张力，因为观众看得出来，他想报复，却舍不得真的把他推进绝路。同时，王楚然也让这份危险有了落点。一个角色能不能让人感到危险，不能只看他怎么瞪人。对手若一直害怕后退，几场戏后，关系只会剩下单方向的压制。王楚然没有把任素素演成等着被质问的人，
他知道慕容清逸在怀疑仍然会藏会试，会想办法把局面拿回来。有时他避开目光，有时用一句很平的话顶回去。身份快被拆穿时，他不会立刻崩溃，反而先判断自己还有没有退路。任素素越不给明确答案，慕容清逸越难保持平静，一个往后退，一个继续追，一个藏着真相，一个非要撕开。两个人的力量顶在一起，张凌赫身上的失控才真正成立。危险感从来不只是狠表情，它发生在两个人都不肯完全让步的时候。再来看这一秒过火给张凌赫打开了什么。现在说一个角色彻底改变演员还太早，慕容清逸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张凌赫的端正感不只适合温柔清冷站在高位的人，一个看起来越克制的人，情绪出现裂缝时反差往往越强。他不必把脸弄得更凶，不必每一场戏都吼，也不需要靠夸张动作证明角色失控，只要让一个看起来很稳的人在某段关系里一次次露出破绽，压力自然就出来了。平静的语气可以带刺，挺拔的身形可以形成逼迫，看起来很干净的一张脸可以放进愿意来嫉妒和不甘心。这对张凌赫往后的戏路很重要。观众已经看过他站在高位运筹帷幄，看过他披甲上阵扛住责任。慕容清逸补上的是关系里不稳的一面，一个人可以在外面很强，回到某个人面前却失去分寸，可以处理好大事，偏偏处理不好自己的感情。当观众相信他能演出这种状态，他能接住的角色自然会更多。悬疑剧里立场难辨的人，年代剧里被家族和感情拉扯的人，都市剧里外表体面关系中却带着控制欲的人，都可能成为新的方向，造型会被下一部作品覆盖。观众对演员表演范围的认识往往能留下更久。如果现在还想问这一秒过火改变了我们对张凌赫的印象吗？他当然没有推翻过去的张凌赫，清冷端正克制仍然是他很明显的荧幕特点，只是到了慕容清逸身上，这些特点被放进了一段很不安全的感情里。端正变成逼近时的压力，克制变成爆发前的安静，深情里混进了怨和不肯放手。张凌赫也不是突然换成另一种演法，他让我们逐渐发现这张看起来很稳的脸还可以演一个被感情逼得步步失控的人。一个角色给演员留下的东西通常是这些表演空间和张力。我们记住的不只是一套民国造型，还会记住张凌赫演起危险的人已经不只靠身份和气场了。最后你觉得慕容清逸身上的危险感更多来自角色设定，还是张凌赫在停顿眼神和距离上的处理？在张凌赫过去的角色里，哪一个曾给过你相似的感觉？好了，请欣赏张凌赫自曝拍戏去世。是我那个正装的那个袍子里面藏了个音响，然后那个音响连着的是沙老师的麦克风。对。